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那说到早餐，有多少人是糊弄的呢？其实早餐呢是一天中最重要的，而且早餐吃对很重要。木子建议大家吃早餐必须有这3种营养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第一种是蛋白质。早上多吃含有蛋白质的食物，比如鸡蛋、牛奶等，不仅可以为身体补充营养，还能够增加饱腹感，帮助养胃护肾、强身健体。第二种是纤维素，多吃含纤维素的食物可以帮助消化，预防便秘，有利于肠道健康，并且还不会发胖。那木子给大家推荐粗粮面包、燕麦粥等。第三种是碳水化合物，碳水化合物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比如馒头、白粥等。多吃这类食物不仅可以补充能量，还能提高肝脏功能，保证身体健康哦。所以大家吃早餐时一定要合理搭配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养护身体健康。沈哥，今天下班别忘了提醒我去买点香菜啊！买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回家做菜吃呀。那玩意儿那么大味儿咋吃呀？多好吃呀！而且吃香菜对身体还有好处呢。香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因为香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，有的人喜欢吃，那有的人就讨厌吃。香菜含有的营养呢非常的丰富，经常吃香菜有2个好处会悄悄的找上你。好处1，保护眼睛。现在的人呢，不是对着电脑，就是整天的盯着手机看，导致眼睛疲惫不堪，出现很多问题。这时不妨适量的吃一点香菜，香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， 可以调节视网膜感光物质合成，能缓解眼睛疲劳，预防近视，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。好处2，提高免疫力。香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，有很好的杀菌消炎作用，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感染，对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很有帮助。经常吃一点有利于身体健康。那吃香菜虽然有好处，但是呢也要注意不能够多吃。还有身体比较虚弱、有风寒感冒的人，最好不要吃香菜，不然呢对身体健康。哎呀，好痒啊！你在这挠啥呢，木子？哎，沈哥，你说我这手这长可多小水泡了，而且还可痒了。哎呦，那你别挠啊，越挠越多呀。是吗？那春天到了，天气越来越暖和，但是呢，很多人手上开始长一些透明的小水泡，而且还很痒。水泡破了以后呢，还会出现脱皮、干燥的现象，一般呢都长在手的侧面、手掌或者是脚掌上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这些小水泡叫做汗疱疹，是皮肤湿疹的一种表现，一般发生在手脚汗腺比较发达的地方，有一定的季节性，而且呢，这种小水泡很容易反复。那有的人就会问了，会传染吗？其实这种小水泡属于真菌感染，一般呢不具传染性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。那出现小水泡要怎么办呢？首先不要挠它，手脚尽可能的少碰水，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多擦乳霜，还有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样可以帮助预防小水泡的发生。老感冒，一感冒就咳嗽。完了吧？你说我这脸色也不好，脸也干，头发也干，你说这是咋回事？那你这是不是和肺有关系？中医认为肺主皮毛，也就是皮肤状况和肺呢紧密相连。如果肺不好，皮肤也会出现很多问题，比如皮肤干燥、脸色发白等。那下面呢教大家2个动作，对调养肺功能有很好的作用。动作1，捶打背部。呈坐姿，腰背挺直，2手握成空拳，从上往下捶打背部，然后从下往上捶打。捶打的时候要有节奏感，力度适中。捶打的时候要屏住呼吸，有节奏的叩齿，每次3到5分钟。那这个动作有养肺气的作用。动作2，拍打胸部。首先摸我们锁骨这里有个窝，这个凹陷就是云门穴，在云门下1寸，平第1肋间隙有个中府穴，这2个穴位呢都属于手太阴肺经，用我们掌根拍打这个区域，力度适中，左右各敲打3分钟左右。拍打这里有清肺宣肺、速降肺气的作用。那这2个小动作每天坚持做，帮你呢养肺清肺，肺部健康了，皮肤也会越来越好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
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男人雄激素偏低，身体会有2个表现。大家呢都知道，女人体内雌激素偏高，男人体内雄激素偏高。男人的身体健康和年轻程度和雄激素有很大关系。如果雄激素偏低，会使男人呢加速衰老。如果身体呢出现2个表现，说明可能雄激素偏低了。表现1，容易疲劳。如果男人雄激素偏低，精力会变差，还会出现睡眠减少、容易疲劳的情况，而且工作能力也会有所下降。这时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了。表现2，胡子长得慢。毛发和雄激素有关，如果呢雄激素分泌正常，那么男人的胡子就会长得很快。但如果胡子长得很慢，就可能是体内雄激素分泌出现了异常，可能是偏低了。这时呢还有可能会出现脱发的现象。那男性朋友如果出现这2种表现，就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了。平时可以做一个动作，深蹲，自然站立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向前伸直平举，与肩一样高，然后弯曲膝盖向下蹲，蹲到大腿和小腿垂直就行，保持10秒，还原再做。每天呢抽空做10分钟，可以锻炼盆底肌肉，有助雄激素的分泌，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。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你说现在不管多大年龄的人都有长白头发的，那你说人到底多大年龄长白头发才算正常呢？那咋也得过了60吧？其实比你想的还要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白头发，只是有的人早，有的人晚。那正常情况下，多少岁长出白头发算正常呢？当然出现白头发一般就意味着身体开始衰老了，或者身体出现了问题。而正常情况下，人在30岁之前是不会出现白头发的，30岁以后会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慢慢的出现白发，到了40岁以后，长白头发的人会有一大部分，而到了50岁后，基本上都会有白头发。这是因为呢，我们头发中含有一种黑色素，年轻的时候黑色素比较高，头发自然就是黑色的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黑色素越来越少，就出现了头发变白的情况。那正常情况下，男性会在30岁以后出现白发，而女性会在35岁以后出现。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延缓白发的出现。大家呢不妨常做一个动作，按摩浮白穴。浮白在头部耳根上缘向后入发际线1个大拇指宽的地方。浮白具有疏肝利胆、散风通经的作用。按摩时用食指顺时针按2分钟，再逆时针按2分钟，早晚各按1次，可以改善气血运行，促进人体黑色素分泌，对改善白发问题有很好的效果。又长出一根白头发呢！哎呀，木子，你赶紧去染一染吧。哎呀，申哥，我跟你说呀，不是我不想染呢，那染头发对身体有害呀。那咋整？那有没有啥方法能改善改善呢？哎，要不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有啥好办法能够改善白头发吧。白头发让人看起来很显老，那有些人就选择染发，但是染发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危害，所以有白头发别拔也别染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好方法，按摩小手指。因为小手指和肾脏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中医认为，肾者其华在发，我们头发的生机是根源于肾气的，所以肾气充足，头发也会乌黑浓密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按按自己的小手指。按摩的时候用大拇指按压小手指的第1指节和第2指节处，每只手按压50下，力度适中即可。按摩小拇指简单方便，随时随地都能按。只要长期坚持，就能够帮你改善白发问题。那出现白发的原因有很多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学会释放压力，清淡饮食，生活规律，保持心情愉悦，这样头发才会越来越健康。你咋无精打采的呢？哎，申哥呀，你说我最近这好几天也排不出便，然后还一点便意也没有，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哎，犯愁。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
好几天不排便，甚至呢连便意都没有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那通常啊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考虑是便秘的问题了，而且呀是一种特殊的便秘，慢传输型便秘。一般这种便秘主要呢是因为结肠蠕动变慢，导致呢大便不能够及时的输送到肛门直肠，所以我们就会感觉不到便意，而且呀还有可能出现4、5天甚至更多天不排便的情况。一般呢还会伴有腹痛、腹胀以及呢食欲下降的现象出现，这时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了。下面啊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呢帮你改善便秘。这个动作就是高抬腿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将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两手叉腰，然后呀做高抬腿的动作。先抬左腿，再抬右腿。抬的时候呢，大腿和小腿呈90度左右交替进行，腰部呢要感觉有拉伸感。每次做5分钟左右，早中晚各做一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和排泄，对缓解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，关注侃侃养生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